1968年，人类第一次看见地球从月球升起的照片，而这张则是地球最著名的一张照片。1972年，人类第一次看见完整的地球，而按下这两张历史照片的快门，都是宇航员手中的哈苏。没错，这就是哈苏500系列，一个从1957年诞生至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相机，一个曾经陪伴人类看见地球，直到今天依旧能够透过1亿画素的数倍，持续记录着这个世界的美好。从哈苏的机身、镜头、取景器，甚至到它的数倍都能够自由组合。从底片时代一路走到至今的数位时代，它依然持续在进化。到底哈苏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够让 NASA 在人类探索太空最重要的年代，选择把记录历史的任务交给了它？又为什么到了今天，依然有无数的摄影师与爱好的藏家深深为它着迷？今天就让张总带大家一起来认识史上最伟大的相机之一——哈苏500系列。张总有哈苏500就是这么迷人，今天只有哈苏没有徕卡。跟他不徕卡，Hasselblad徕卡大家都知道，Hasselblad这个品牌，我觉得身为人类，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品牌。登月应该是1969年，好，那人类登陆月球，等一下要分清楚哦，人类登陆月球就是路易安姆斯壮那一次啦，登陆月球带的相机就是这个牌子哈苏，对，好，但是人类到太空那是更早，对，不是带这个，好，所以我们讲是登月是，所以这个品牌在人类的历史当然很重要，为什么是炸哈苏，不炸徕卡？因为它稳定，然后这个按钮大。对啊，太空人他戴手套的时候可以很快的就转它。不错啊，那个 NASA 应该请你去当顾问。不然我不知道他那个有什么对啊。不，他不叫后照啦，没那么复杂。那个其实，在传统底片时候，那个真正我们在讲是正确的那个观念。徕卡相机是35厘米，是一卷底片36张嘛，哈，对，一格一格，对，一小格一小格，对。那数位相机我们叫 full frame 全幅嘛，徕卡相机一直是35厘米相机的王者，对，因为从它开始顶尖，因为35厘米相机是徕卡制定的，对，相机不是他发明。好 ，OK， 哈苏呢，伊的底片较大，正方形，对，它又是所谓的方形6×6，那底片大就表示细腻度好嘛。哦，原来是这样，就是很简单，因为这样子就选它上去。对，然后因为好提到哈苏，那个这个真的是品牌嘛？那哈苏这是底片相机，没有，我突然想那个，对，来，因为它底片大嘛，对，所以大相机太空人总不能这样嘛。好，回来讲前面要对焦啦，一般我们看到清朝年间，不就是摄影师都拿一块布，然后盖着，然后压下去嘛？太空人确实也不能这样子的。哈苏的底片相机，那我们讲拍底片啊，其实在我们这个年代，对，好，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玩相机当然是那时候只有底片嘛，我们常常跟朋友啦什么，我跟你讲，哈苏因为它底片大，所以它被归类在专业相机哦，你有印象吗？以前的相馆，甚至台湾婚纱工业是全世界最强的嘛。对，婚纱的职业摄影师，用什么拍？你今天去拍个照片，还是说去拍个婚纱？他如果拿一个什么35厘米的，那就不像话。专业相机就是爱大嘛，片爱大，所以说这种相机其实都是在商用市场，在专业市场。好啊。哈苏虽然历史只有80几年，那因为它底片大，那哈苏底片相机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包括现在这是数位机配，9年。那我们今天就不谈那个所谓的什么X2D、2D2了，我们是从500、501，就是503，上太空那个是2000系列啦，哈。那它的底片相机有一个很有趣的，叫做模组化，对，我觉得可以拆开来拼凑。
这个是更低片的。嗯，这个就是镜头，镜头当然也可以拆下来哦。这个是镜头，模组化。据说啦哈，是，不过以它档啊，上太空东西最好要轻便，减轻重量嘛。对，所以他们上太空的那个，好像都把所有的拆到最精简的部分，而且好像每一次人类登月不止一次嘛，后来当然上去都是一直用它，然后据说那个拍完要回来的时候，那边在相当啊，你那个剩下不是那个回来那个叫什么太空舱是不是？对，东西能丢的这样丢，所以很多相机都丢在月球。今麦你月球宾馆，那些如果搞回来拍卖，哈苏底片相机为什么在这几年底片回温的时候，它为什么又会被大家拿出来讲？对，因为它独特的取景嘛，那种腰平的取景。好，这个就还是因为周杰伦的 MV， 周杰伦 MV 真的是周杰伦 MV， 所以很多人影响比较大啦。周杰伦在，我的天哪！底片装后面嘛，其实为什么我那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在拍底片35厘米120，所以说没有拍过120底片，不要跟人家说你玩过底片，我都不敢玩底片了。你有机器啊，你要有机会啊。我不敢玩底片了，因为大它就是画质好嘛。因为什么专业市场要用它？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嘛，他说不认这个品牌是瑞典的。对，大家都一直误会它是德国的，都知道好像这种东西都属于德国，没有瑞典的字，你知道吗？但是镜头有没有？你看它这关在 Sweden， 镜头就是鼎鼎有名的蔡司镜头，我们讲老蔡德蔡咯。对，以前它的镜头都是老镜头是蔡司做的。对，那120其实如果说像我们现在我们在做这个器材这个行业，二手的镜头徕卡的 M 镜小35厘米，对不对？我问你徕卡的镜头较水，那嘛是拢老镜嘛？德国的，还是这些老蔡司镜头比较漂亮？当然是老蔡的镜头比较漂亮。不然特色不一样啦，特色是真的。120的，因为它底片大，所以它成像圈大，所以它的进光量比较足一点。所以你如果要论它成像圈大，所以理论上如果说以物理现象来讲，它的光学是会比较好一点，光线比较多嘛。但是你讲玻璃材质，那 M 镜设计当然有它的特色啦，另当别论，还是有不同的味道了。是，好，它的模组化你用拍照。我们顺便，如果是拿这种500系列的拍照，其实，有没有印象？最好还是要上脚架，对，比较稳。对，因为当嘛，重嘛，但是因为现在我说这几年底片回温，是因为它搞了一个数位机背，数位机背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啦，真的。我也觉得很棒。等一下，我们再示范一下。它拍传统底片呢，这个是取景器嘛？对，取景器。那对焦、放大镜，当然是手动对焦。对准了之后，真的要下去，对准了之后，压快门。你知道在哈苏底片相机的 menu 上有写，你如果是手捧着。我们现在就是手捧着嘛，其实它是有很多东西都有操作手册都会写 SOP 嘛，它的标准按法。其实有时候很多年轻客人，哈苏要不要玩一下来？哇，赞！不会，我会跟他说怎么拍。可是有些人我举一个，其实我们卖相机这么多年，包括徕卡，我记得在10几年前。差不多有几场当节目啊！我在北老贝大的时候，那时候媒体什么是媒体还没有这么发达。那我们以前都看报纸，《民生报》会有一个副刊，专门就是写一些数位科技的这些东西。以前有这样子的你想少年啊？民生报总听过吗？民生报听过啦。有一个这样的专刊，我们现在需要一些什么新的机器，我们就
Google 爬一下就好了。对。但是那时候虽然有网络，但是还没有那么普遍，资讯爆炸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所以新的包括我们讲的数位相机干嘛，就会在《民生报》的一个专刊，我们都要看。我要讲这个是，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北拉贝达时候有那个苹果不是《民生报》的那他们属于科技的来采访我，然后他可能是采访徕卡什么的干嘛，然后他听到我讲一句话他就问了好多，他说，我说我常常在拿相机让客人试，我只要把相机比如说交到客人手上，不管是这个啦，还是说徕卡相机啊，我请他，我只要看他拿相机的样子跟压快门的样子，我就知道他有没有在拍照。对，好，那讲回来，哈苏，很多人玩相机会这样子，其实正确的我们当然取景，构图、对焦完的压快门的时候，最好是有背带啦。会比较稳一点啦，万一没有脚架嘛，不然没有脚架，我试过了，自己试也 OK 啦，250分之1秒。那压快门的时候，真的跟男生一样，这个后坐力很强，我们要停止呼吸，换掉。那最好是这样子压，左手。他虽然在右边，会变成想要用惯用手，右手去对啊，很正常嘛，对，但是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样子是不是比较稳？平衡感会比较好，然后刚好我们的男生，女生可能比较吃亏啦，手指可能手指头比较细，对，那这样子，就对好了，看准目标，拍谁，插头拿起来，尽量减少它的震动，右手可能是稍微辅助一下啦，但是全部都是糊的啦，不要紧，糊的有办法来。我们先当然是因为这个 digital 的数位机背的关系，数位机背，那这个漂亮的这个就是这一台就是那个周杰伦的那个吗？不，你看这个这不是换皮革的，这是 original。哈苏的限量机没有像徕卡的限量机这么的多啦，多元。那它登月40周年，这款登月40周年有出了一个限量版，可是有4个颜色，正黄色，对，暗红色、蓝色跟那个欧豆黄就是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很少见的那个，你也可以把它叫 Safari 墨绿色，它还有墨绿色，好漂亮，4个颜色，是登月40周年出的，好，很漂亮，那这个银色的镜头是我给它换过去的，因为这样搭起来很漂亮。不然它通常它的镜头都是黑色的，这个是早期有点像徕卡的老镜，这个是比较前期的，我们这个西镜，基本上也是80的，这也是80的，80镜头是标准镜头，80的，对，那因为就简单，它的底片比较大嘛，可能比较不清楚，是，就是哈苏的镜头的焦段跟徕卡或者是大家所习惯的日系的，它是不同的焦段的。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常称50 mini 是标准镜嘛，它的视角嘛，那为什么照底片比较大的会变成80呢？因为它的反蓝区不一样，然后它成像圈比较大嘛，所以如果要很多人说80不是有点中长焦了吗？对，那在物理现象，那我们会有一个换算公式，就是说。要乘以0.645，就约略大概几个就是80乘以0.645，对，就约略50。好，那在数位机背呢？对，它也28。数位机背就简单说，这个底片120的底片的尺寸，跟这个sensor的尺寸，又没有一样大，它会比66的底片、67的底片再小一点点，所以我刚拍到都会有人裁切的原因对啊，其实不啦，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套件它一个套件你要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有一个框一个板子把它遮起来啦，所以你要看它在
那个遮起来，里面才是实才是际上属于它的。对对对，所以数位机背的话，如果你要焦段的换算，就约略乘以0.8。哦，所以记得背照片给他，我等一下把机背换过来，它大概是等于64。哦，那模组化的关系，所以造就了，我觉得，不会，我们先接这一台好不好？真接901吗？903来，好，903。这一个数位机背是不是叫907？对，那当然这 sensor， 我先给它倒起来哈，倒起来讲。你没有发觉它们两个体积大小一样吗？一样啊。哦，它真的也扣得上买啦，哦，扣不上，因为机身不一样啦，哎啦，不要硬扣啦，哎，那这一台其实哈苏的底片机这么多，那这一个903，它的最前级叫 SWC， 这个叫903，最后一代叫905，你有没有发觉它的数位机背叫907？对，厉害了，还可以延续下去。所以，很多东西欧洲这个品牌，其实他们命名都是有点在向以前的东西致敬嘛。好，所以不然它为什么不叫509？ 605公车，为什么要去搞一个叫907呢？是有原因的，是因为这一台底片相机。哦，这一台底片相机，我刚才说模组化，但是它只有2个模组。它的镜头跟机身是连在一起，但是它不能拆的嘛。对，因为它这一颗镜头，很漂亮，它等同，你看它是38的镜头，那38如果以底片来讲，24很广哦，所以它是它不让你对焦啦。你看它没有那个让你，它有一个取景器，只是让你构图而已，不对焦，盲拍吗？是啊。这以前是专业摄影师，有时候出外景拍 model 有没有？拍全身的，也会很快速的拍到，啪啪啪啪啪啪。他是给专业摄影师设计的。是啊，无你这出去，脚架坑然后拍 model 那边动来动去的，还是干嘛？时尚嘛，拍时尚fashion。哇，那一卷底片才12张，你12张拍完都已经。那等于说他现在有数位机背，就等于他解套了。可以对焦了嘛？所以如果说 Street Photo 街拍，对 ，M 系列是一个很棒的，你要装对你的镜头，其实它做 Snapshot， 因为它是机械快门，构图就很快就取到了这样。这一台街拍装了数位机背也一样的厉害，说拍就拍，而且不用对焦啊，不用对焦，来，我试给你看这个一样光圈开到来，这个科普一下，这大概都一样啊。这台叫做 SWC 系列。它不是在上面写907，直接907是digital的这是903 SWC 它这个系列叫 SWC， 它是单纯的一个 SWC。对，来，好，那怎么拍照呢 ？Live View 吗？没，快门速度250可以吧？我现在在室内，我们就直接实拍咯。室内 ISO， 这很难哦。我们都是靠经验测光。我跟你讲，内面按1600好不？1600，因为它的光圈只有4.5。对，来，拍我那个假人，那才有几公尺？大概3公尺好不好？你看哦。约略嘛，好，我得3嘛，快门一下，有水吧？哇，这都不，这没有作弊，这一刀未剪。来，大神你看一下，哇，好不好？哇，直接这样看就行，跟那个高尔夫球的老师一看这样子150。然后这种拍法是跟底片一样，过片，下一张来，你自己拍，因为它的对焦距离行程很长，是就约略嘛，我看你被一堆约略，所以都完全不对焦这样。我觉得，你对的，可比我较准。不用，我刚刚有看过，你好像太远，一点我就调回来了一下。厉害吧？1亿像素呢？哇，天哪！我的妈呀！
所以这个说真的，出去在街上，你那背带背着，对不对？好，那假设你在看照片，你就这样子，说真的，一直压，谁知道你在拍照？哦，像不像街拍神器？哦，对，我曾经拿这个在刚好公园，人家好像在遛狗，用什么特殊品种的狗，不知道。我去我就蹲下来，跟他打着招呼，2只狗拍，狗是动来动去，我不能叫它不要动，拍。然后他们那个养狗的说，你那个照片能不能给我？说来，你要我店里面，我放在电脑啊，就传给他们，他好高兴，你就拿这个直接抓拍，哇，赞哦！所以这个是数位机背，当然这个是它，而且它上了我这种模组化的东西，因为这种东西，所以让这些底片，对，因为我现在出国也就是直接挂55的，然后就这样子，又轻又方便。这是自动对焦，对，自动对焦。那我们今天如果讲到镜头的影像品质的话，你要是用过这些，就像我们在讲徕卡的那个老镜一样嘛，你用过这些老蔡司镜头，你就知道这些镜头的扎实度、锐利度、颜色有多棒了。胜过这些镜头。厉害吧？那装在500系列，那就更有操作的仪式感了，跟拍底片一模一样。当然，它也可以把它变成用电子快门，但是通常啊，客人用这样子电子快门拍，有点像是手机在拍，这边就可以有 Live View 来空缩。电子快门就是机身，我们要再变一下。我就觉得电子有条线的那个，唔免啊，唔免啊。哦，这我来讲米快门的时候，才来 lock 起来。安尼哦，然后用 Live View， 你看哦，而且你看他很聪明哦 ，ISO 怎么办？直接用点的就好了。对，直接用点的。然后快门啊，快门在哪边？快门就在这边呢。你看它是不是有峰值？对，哦，我可以放大看哦，转一下，哦，很通透呢，每一张纸一亿像素呢。当然，它也有 Live View 的拍法。对了。哦，大婶，你看 ，Live View， 哦，哇，啊，但是你就少了按机械快门的那个乐趣啊。对，哦，所以我觉得像对焦就，有啊，糊掉了嘛，糊掉了，哦，有了，没啦，加了后边，所以没有那个按键。哦，你也起 Live View 好，起了，有了，啊，起 Play， 帅吧？他会躲在那边也是可以上镜头的，这样也是被 Q 到了。对，所以简单说，其实我个人觉得，今天如果说数位与传统的结合，没有比它更完善、更赞的。是数位机背，对，上了传统的，不管是机身、镜头。活生生的，你免个整得你啊！X2D 玩完之后就会开始想玩907，907玩完之后就会开始往前看，哦，一路。然后它还可以去挂那个后面的那个拍立得，907后面挂拍立得，这个也可以，还是都可以。907怎么挂拍立得？我拍起来我上资料照片我传给你看，那个你看这些，这些就是我拿这些，直接装拍立得嘛，就是拍立得也是方形的，当然啊，哦，也是方形。因为它镜头漂亮，所以这些品质啊，像这个是我在摄影棚拍的，对，因为这种机器本来就是可以进摄影棚同步嘛，对，我有灯光嘛，哇，那拍这个一压就一张，对，然后它就是底片的味道嘛，是，那拍这个有什么好处？来，我们科普一下。现在120底片，120底片一卷是12张，6x6装在后面。然后我们如果好一点的底片副片，柯达的 Pro 400，一卷大概是600块，12张哦，那还要冲片哦，对，所以你压一张应该70-80块跑不掉，这几张这个是富士的那个 Insta 的巷子正方形，一张能多少钱？30块吧，很好玩对，而且聚会的时候刚一张赞，所以这种模组化，你看你要拍底片，你就装底片。突然想发现很多客人进来就会直接问你
有没有什么 EVO 啊，有没有什么，就都是这一类，你就直接端出来，你要不要装一下这个？我曾经有游客会来拍，其实我们有一项服务的业务，你想要不要说玩一下相机啦，想要拍一下，对不对？进我们摄影棚，不是拍证件照啦，我就是拿这个进去拍，拍3张，第1张通常进来的人这样子吗？可能都是不是都是一条一条，都是朋友嘛，或者是情侣，不管都是2个人进来，2个人那边坐。第1张我们调一调，我们帮你拍，拍完砰就1张照片。第2张我就请他们互拍，来自这边你压快门拍你朋友。第3张劝举，然后我们在旁边要负责拿他们手机帮他们录影。多好，然后就贺成交，也有这一招。哈苏经典的120底片相机是。还有数位机背完美的结合，而且品质是1等1赞的，很有品味。对，拿着这样子，都是这样子。你用一阵子了，对，都不用看别人这样。对，这个拿出去，你改天应该端这个就是黑金的你端出去，你挂在身上你还不用拍照，就一堆人围着你看了。哇！然后你要是来，不要让我。然后每个人就拿手机，你干嘛拍我？不是每个人，现在很多，你干嘛？我不要录镜哦。你拿这个出去，每个人就会比，拜托你帮我拍一下，他会说，麻烦你帮我拍照。对，经典的底片120底片相机，120底片相机的王者为首，其实就是哈苏 brand。哇，120底片相机。对，好，35，我们这样子一系列的，我们已经进到120的相機了。欢迎想要的就来赤峰街 Fulton 这里来体验，没问题。OK， 好，到这里，感谢，拜拜。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记得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